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个最骚的 Air，你这有什么呀？MK18怎么样？太保守了，不够骚啊。看看这个 SL 短途，还是差点意思。MK8够了吧？这个鱼骨烂大街了呀。来这个忽必烈 K4，这个够骚，这个够骚，就它了啊。不管是民用枪械市场还是 Airsoft 的玩具啊 ，Air 系列呢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。光是近2年来，水弹厂家推出的 Air 机匣就有10几个型号啊。忽必烈 K 级发射器啊，算得上水弹 Air 当中做工比较优秀的系列之一。上海玩具展上啊，忽必烈就展出了还没有上市的 K3、K4 和 K5发射器，其中骷髅机匣的 K4呢，首次亮相就让很多水友垂涎欲滴。为什么说 K4 是个骚东西呢？第一，这个价格1400大洋，属实不便宜啊，可以买4只警鸣了，外面还有富裕。第二呢，骷髅机匣，我就问你骚不骚？看看它的包装啊，忽必烈应该是有自己的平面设计师啊，它的整个 K 系列包装的风格都非常统一。右边呢是它自己忽必烈的 logo， 左边巨大的 K4 是这支发射器的型号。这个背景是一个恶灵骑士吗？反正是一个骷髅头的形象，应该是跟它骷髅机匣相对应的。拆！哎，完了，拆坏了，这至少得损失50块钱。和之前一样，也是抽屉的结构。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骑士的下半身啊，跟之前这个分皮对应的哦。它这个正好是可以凑一套啊。上面是上半身，底下是下半身，是一个完整的恶灵骑士的插画。骚，确实是骚啊！因为之前在去年的玩具展上就摸过这只发射器啊，但当时的注意力全部都被 K5 吸引去了，所以没有太注意。包装盒里和 K1、K2 一样，底下垫着缓冲的鸡蛋棉。说明书介绍了和 K4 使用同款机匣的 K4L， 搭配的是 MOE 后托和越狱鱼骨，其他配置呢基本上是一样的。配件盒里就是弹匣、电池和充电器，没有附带护目镜。发射器采用黑色主体，装着金色 SAI 基片的骷髅机匣，搭配蝴蝶垃圾柄、轻量化扳机和掘金者后托上的红色点缀，竞技风格凸显。7寸喷火铀鱼骨加上内埋火帽，整枪非常紧凑，全长只有58.5厘米，裸枪重量1675克，重心靠前。先来看看机匣吧，很明显这是 K4 的最大卖点。和军规 Air 最明显的区别， K4 上机匣取消了抛壳装防尘盖，金色 SAI 基片裸露在外，基片用了很厚的铝合金材料，因此看起来呢比常见的模拟基片立体很多，表面处理非常精致。蝴蝶垃圾柄主体是铅锌合金，两侧红色拉柄用了尼龙材料，手感还挺厚实，联动行程43毫米。排障杆按钮用了银色的铝合金，上面还印着一个外星人的 logo， 这是打算跟外星人电脑来一波联名吗？上机匣左侧空挂释放后面还有忽必烈 K4 的枪身铭文。唯一序列号显示，目前为止呢，这玩意儿卖了300多只，看来销量不高呀。顶部导轨上装着金属 OPS 计瞄罩门，和鱼骨上的准星是一套，三角造型还挺闷骚的，两档穿孔也可以调整分片。下机匣前方一个银灰色骷髅头包裹着弹匣颈，看起来是套在机匣外面的，实际上呢，整个机匣做成了一体。银灰色的界面喷涂做出了半消光的金属质感，造型别具一格。银色的奥林卡榫可以双面释放，按钮比较大，按起来更加方便。双侧联动的金属快慢机，这个表面的钻石纹路让我想起了某个曾经非常火爆的电视广告啊。8星8戒，对的，顶级奥地利水晶钻，最好的车工就是博芬的8星8件车工，所以今天价格到底是998。因为表面的凸起呢，拨动起来比较硌手，而且稍微有点紧，档位倒是很清晰。扳机护圈里的红色竞技扳机也是铝合金材质，不过机械跷跷板的结构，扳机力还是挺重的，有点不太竞技。握把呢就是比较常见的 MOE A2 型，对手大的人比较友好。忽必烈给 K4 配的20发容量造型的 PMAG 弹匣也很有意思啊，
之前市场上有过同款的28版本，但长度呢显然不如忽必烈这款还原，用在晋级 Air 上挺搭的。弹匣的一体外壳做工非常好啊，内部结构也很有意思，使用了内触片结构的弹片，完全避免了长期开合可能会导致的脱焊问题。不过这个弹匣插进弹匣井以后很难卡住，不知道是不是卡榫位置有偏差。整个机匣的用料非常厚实啊，忽必烈的做工也不用我过多介绍了，表面处理均匀细腻，机匣硬度绝对包你满意。相对于军规造型呢，这只机匣棱角凌厉，冲击感十足。掘金者后托是忽必烈在售的一款铝合金后托，用2颗螺丝锁紧在托芯上。后托主体有大面积的镂空，尾部的红色三角上印着美国国旗的图案。这个造型呢，说实话有点土味啊，跟机匣不是很搭，但做工还是很不错的。为了搭配掘金者后托啊，铝合金托芯比 AEG 标准托芯要稍微粗一些，尾端有一个可以拧开的盖子。灰色金属盖板做了磷化处理，这是忽必烈的标准配置。前节用了一根7寸的喷火珠金属护木，四面都有白色刻字和大量镂空设计，固定导轨做工当然是非常精致的。同一系列的喷火珠消焰器有2/3埋在护木里，内径非常大，应该没有装不进去的上旋。这只发射器拿在手上，第一眼会让你非常惊艳，尤其是首次亮相的骷髅机匣，即使不做任何涂装也足够出众。不过仔细把玩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后托、护木和机匣的搭配显得不是那么合拍，越看越觉得土味啊！而且非常让人恼火的是，我手里的这只刚拿到手啊，拉了没几下，垃圾柄勾弹簧的位置就断掉了。你再骂，你 PS 预约的资格已经取消了。还好我手里有个富裕的蝴蝶垃圾柄，换上就完事了。和所有 AR 机匣一样，取出机匣前端的销钉就可以打开机匣。拧下护木可以看到尼龙固定座和外管，以及黑色亚克力内管。这几样东西放在这里就有点离谱了，我也不太明白厂家是怎么看待自己售价1400块的玩具的。忽必烈似乎是升级了自己的2号波，天梯轨道后半段开了几节镂空，波箱轴承和甲醛齿轮组还是老波的配置。原厂初速64上下，波动呢倒不是很大，不过原厂散步就不要想太多了。我寻思不会真有人买忽必烈原厂是为了性能吧？忽必烈 K 系列发展至今啊，已经上市了7款 AR 水弹发射器。抛开追买 AR 机匣圆肚子的 bug 呢 ，K 系列做工的确算得上第一梯队了。这次 K4 的骷髅机匣给水弹 AR 市场整了点新火啊！看腻了常规的 AR 机匣 ，K4 绝对会给你带来新鲜感。不过我还是想吐槽一下 K4 的原厂搭配，这个骚中带土，土中有骚的感觉，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。至于断掉的垃圾柄和异味的尼龙外管、亚克力内管，算了不提了，最后还不是得乖乖掏钱嘛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